各位观众老爷们，大家好，我是惠子。众所周知，在宝可梦的世界观中，宝可梦最常见的进化方式就是达到一定的等级，便可完成到下一阶段的形态。但也有一些宝可梦的进化条件就比较特殊了。今天我就来介绍一下最为特殊的几种进化方式吧。伊布，其中最为广为人知的就是伊布家族。它们大部分都需要通过各种属性的进化石来进化成各种特定属性的伊布，其中3种姿态是不需要进化石的，那就是太阳精灵、月精灵和仙子精灵了。但是也需要训练家和伊布有相当的亲密度，达成这个基本条件后，伊布便会根据你进化的时间段进化成太阳或者月亮伊布。这一项根据时间段进化的设定也延续到了日月游戏中猿狗狗进化分支当中。第3种的仙子伊布则还需要伊布学会一个妖精系技能，并且亲密度达到的情况下才能完成。值得一提的是，夜精灵和冰精灵也不是单纯的用冰之石或者夜之石就能进化得到的，它们还必须在特殊的岩石附近进化才行。冰精灵是冰覆盖的岩石，而夜精灵是苔藓覆盖的岩石，这是独一无二的设定，并且4代之后游戏中都保留这2块地方，为的就是让它们进化。2. 珍珠贝，在携带道具通信进化中相对来说比较特别的，就是在通信进化中唯一有2种进化分支的珍珠贝了。携带深海之牙通信交换即可进化到猎斑鱼，携带深海鳞片通信交换即可进化到樱花鱼。3. 小嘴窝和盖盖虫，小嘴窝和盖盖虫它们2只要进化，必须要通过它们相互的通信交换来完成。从造型上面看，盖盖虫所进化成为的蜗牛骑士，它身上的壳几乎就是从小嘴窝身上转移过去的，于是骑士蜗牛的耐久变得非常高，速度则特别慢。而由小嘴窝所进化的敏捷虫，因为褪去了沉重的窝壳的束缚，展现出它曾被窝壳束缚的速度天赋，在战斗中就跟忍者一样，来无影去无踪。4. 力乌贼与乌贼王，这个宝可梦必须要倒置 3DS 主机才能进化，这也是 GF 想到利用 3DS 重力感应的大胆操作之一。也许不看攻略，你是压根猜不到这个进化方式的。力乌贼和乌贼王的分类，倒转宝可梦，进化方式、特性唱反调和招式颠倒都与倒转有关，可能参与了头足纲动物的特殊成长形态吧。5. 丑丑鱼和美纳斯，丑丑鱼是目前为止唯一一种有2种进化途径的宝可梦。丑丑鱼在美丽度高于170的时候，等级提升就可以进化成美纳斯，但是可能考虑到丑丑鱼想要在华丽大赛获胜实在有点难，并且在第5世代取消了华丽大赛，而没有提升美丽度的途径，所以就增加了能通过携带美丽鳞片连接交换的进化方式。然而如果将美丽度已经足够的丑丑鱼交换到第5世代游戏中，在它等级提升的时候仍然可以进化。6. 巴尔狼，这一组的进化型也是非常特殊，当巴尔狼升到20级的时候，这时候它会进化，但是具体会进化成哪种要取决于它的攻击力和防御力的比较。当攻击力大于防御力的时候，巴尔狼会进化成擅长踢腿的沙蛙狼；当攻击力小于防御力的时候，巴尔狼会进化成擅长拳击的艾比狼；攻击力等于防御力的时候，巴尔狼会变成耐久较为出色的科波狼。7. 顽皮熊猫和流氓熊猫，顽皮熊猫达到32级的时候就具备了进化等级，但是它要进化必须达到另一个要求，那就是队伍里必须存在其他恶系宝可梦，这时候格斗系的顽皮熊猫才能进化成坏坏的格斗系和恶系的流氓熊猫啦。8. 土居忍士，它的进化方式分裂进化，可以说是宝可梦里最为特殊的了。当等级达到20级，就能进化成铁面忍者，而如果这时候你同行宝可梦还有空位，那则还会进化成脱壳忍者。也就是说，一只宝可梦同时变2只，你说特不特殊？好了，以上就是我个人认为进化途径非常特殊的宝可梦了，你们觉得哪种方式最有趣呢？